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有没有想过自己的家庭是否有毒？在过去的视频中，我们讲过有毒父母的一些特征，但毒性也可以描述家庭系统。家庭是父母和一群孩子作为一个整体生活在一起，在这种结构中，父母控制着权力动态，他们对孩子安全和幸福负有责任。但是如果家庭环境不正常，有毒会怎么样呢？在这支影片中，我们将讨论几个有毒的家庭状态的例子。1. 看上去完美的家庭。这种家庭关系完全是表面现象，通过掩盖争吵和怨恨，描绘出一幅不切实际的完美画面。当每个人看起来都做得很好时，一切都在濒临崩溃。这种家庭状态没有真实性，行为都是面上的，家庭成员很可能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完美无缺，在别人眼里是可接受的。这种状态是有毒的，因为它给身处其中的人带来了过度的情感压力，父母甚至可能对他们的孩子施加一定程度的心理虐待，让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相信爱是有条件的。在这种家庭中，一个有毒的例子是，父母隐瞒了严重的问题，如离婚、婚外情或财务斗争，并迫使他们的孩子维持生活，以使他们看起来过得去。2. 失去联系的家庭。这样的家庭没有亲子联系，父母在情感上或身体上都不在孩子的生活中，父母表现得更像一个室友，为他们的孩子提供基本的必需品，并没能提供情感指导和支持，他们不养育孩子，所以孩子是在自生自灭，结果孩子在长大以后会在情感上与他人疏远，他们很难脆弱，也很难在他人面前流露真情实感。一个缺乏联系的家庭状态的例子是，父母只是专注于工作，还忽略了与孩子建立关系。3. 乱作一团的家庭。这种类型的家庭体系缺乏稳定性，可能是由突然的离婚或经济困难引起，从而让父母负担不起责任，疏远他们与孩子的关系。因此，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孩子会非常独立，但也会没有安全感。他们习惯了随时准备跑路，所以安顿下来很困难。由于生活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，他们倾向于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他们的情绪，或者根本不处理，并且可以默认用分裂来应对。混乱的家庭状态的一个例子是家庭虐待，父母压力太大，不能履行他们的角色。4. 父子倒置的状态。这种状态也是不稳定家庭的产物，孩子承担起了父母的角色。当孩子可能注意到父母缺乏稳定性时，这种父母身份化的行为可能会很自然地出现，并承担起保护弟弟妹妹的角色，或者可能会被强制执行。这一状态的例子是，父母与成瘾做斗争，家庭环境迫使孩子承担起父母的角色，或者父母可能在情感上不够成熟，无法处理某些情况，所以他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孩子。在这种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会变得非常有责任感，也不愿依赖他人，在感情上也不愿敞开心扉，他们常常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需求，而且总是承担一切责任。不幸的是，媒体把孩子父母身份化，美化成成熟的人，但是这种父母化孩子的想法是有害的，因为这破坏了孩子们的纯真，被剥夺了童年的现实。5. 支离破碎的家庭。这种家庭状态是前一种家庭动态的延伸，在离异家庭中很常见，如果离婚不友好，很快就会变得一团糟。混乱的离婚会对孩子产生毒害，滋生怨恨或破坏父母的另一方，这些都会给孩子造成压力，剥夺他们的稳定感。以这种方式长大的孩子很难建立持久的关系，产生信任问题，并坚信幸福和健康的关系是不存在的。6. 相互依赖。这种状态关系包括进攻性或虐待性的父母，以及出于恐惧而留在这段关系中的纵容性父母。孩子看到关系中的权力斗争，可能会认为他们是正常的，他们也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向父母展示他们没有保护他们，因此他们可能会在信任问题上挣扎，害怕被利用。以上几点对你有帮助吗？欢迎在下面评论区告诉我们。一如既往，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可能会从中受益的人，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的心理学动漫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，多保重。